第191章后遗症。夏尔夫没察觉到阿尔杰眼神的变化，又指了指正被火化的其中一位原始月亮信徒道：“他那根手杖也是从我这里拿走的，叫海之炎，能对瞄准的目标释放闪电，挥舞击打的时候会附加锋刃。除了这些，他还能制造大型水球和腐蚀性的雨水，让持有者不再害怕深海的压力，可以自由的从水中汲取氧气。同时，他还能作为魔杖，带人飞行。负面效果有3个。一是他喜欢歌唱，每隔6个小时必然会高歌一曲，产生的影响不分敌我，因选择的歌曲风格不同而不同，有时是让人沉迷失神，有时是震撼心灵，有时是引发烦躁降低理智。当然，即使没到6个小时，只要你希望，他也很乐意歌唱。第二嘛，从我刚才说的那些就能看出，他具备一定的活着的特性，而且属于性格比较差的那种，喜欢趁持有者不注意绊倒他，抽打他，拉着他滚阶梯。3是他会导致持有者易被雷劈，所以在雷雨天气，要么不出门，要么不要带他。这是格尔曼斯帕罗那份海洋歌者非凡特性做出来的封印物啊！如果被他知道，你早就做好，却任由原始月亮的信徒拿走，那你肯定会被卖给有需要的人，以非凡特性的形式。阿尔杰望向餐桌附近，看见了一根深黑色镶嵌银白金属的手杖。在他的认知里，无论其他负面影响是否严重，具备活着特性的神奇物品都算封印物，因为这本身就意味着难以预料的危险。见星之上将加德利亚和他的同伴没说可以结束，夏尔夫只好苦着脸继续掏神奇物品。这把短刀叫剧毒之刃，听名字就知道效果，不需要我再额外描述了吧？它能为每一次伤害附加随机的剧毒，至于是什么，纯粹看运气。它的负面影响不大，只是会导致医疗失效，累积最久的感觉。夏尔夫又连续介绍了好几件神奇物品，终于听见星之上将加德利亚开口道：“很好，剩下的就留给你呼，还算不错，给我留了3件。”夏尔夫不仅没有怨恨，反倒由衷的觉得星之上将真是一个好人，就像得了某种心理方面的疾病。加德利亚随即侧头看向倒吊人：“你先挑。”他知道世界格尔曼斯帕罗有神奇物品在工匠这里制作，所以让倒吊人先把那位疯狂冒险家的挑出来。阿尔杰点了点头，将海之眼手杖和石像鬼眼镜拿了过去，然后示意剩下的都是战利品。加德利亚想了想道：“你再挑1件，其余归我。”他对剩下的神奇物品都不是太感兴趣，因为他本身就有2件相当强力足以匹配身份的物品。之后又陆续得到了法官纽扣和幸运天平，各方面都不再存在短板。这种情况下，考虑到负面效果的叠加不是非常有用、非常特殊的类型，他都不会多看一眼或者做出替换。当然，作为一位海盗将军，他再怎么样都不会嫌神奇物品太多，毕竟部分得上交摩斯苦修会，部分得奖励给手下的船员。阿尔杰沉默片刻，从已经拥有的物品和本身的非凡能力出发，选了那把剧毒之刃。星之上将加德利亚随即吩咐无血者西斯道尔，让他将工匠夏尔夫放置地面的那些神奇物品和几位原始月亮信徒的残留全部搬出了房屋。然后他又一次望向那位工匠，染着些许深紫的眼眸映出了对方的身影。原始月亮的信徒为什么要控制你？夏尔夫眼神闪烁了一下道：“这不是很简单很直观的事情吗？让我给他们制作神奇物品。”他话未说完，突然被那漠然看着自己的紫色眼睛弄得心头一跳，忙又补充道：“他们似乎还有什么计划需要工匠的协助，具体是什么？因为还未开始，我并不清楚。”加德利亚仿佛在思索般收回目光，与倒吊人做了个视线的交流，同时点了下头。他们决定今天不带走工匠，让他留在这里，看后续会发生什么事情。也就是说，他们希望通过监控工匠，弄清楚原始月亮那些信徒究竟有什么计划。其实，于隐者和倒吊人而言，原始月亮的信徒在做什么谋划并不是他们太关心的事情，只是一个可以借此和神秘女王交流，为后者在超凡世界的某些决策提供参考，一个能拿这件事情换取教会方面的贡献，所以才瞬间达成一致，准备深入调查。当然，倒吊人阿尔杰一向都信奉着一个理念：掌握的情报越多，越能在各种事件里谋取到好处。短暂的静默后，加德利亚语气没什么变化的对工匠夏尔夫道：“既然你已经是原始月亮的信徒，那带走你对我没有任何好处。”夏尔夫连连点头，表示您说的真对。
加德利亚稍有停顿，话锋一转道：“不过，我希望能和你建立起长久的合作关系，所以我需要你几滴血液，这能帮助我随时找到你。”夏尔夫一张脸顿时充满苦涩，嘴巴翕动了几下，却说不出拒绝的话语。呼，他猛地吐了口气道：“好。”说完，他拿起旁边的裁纸刀，在小臂上割了一道口子，几滴血液一下就沁了出来。加德利亚随即抬起右臂，手掌轻轻往上一托，让那几滴血液漂浮而起，主动飞向了他。观察了下掌中的血液，这位海盗将军突然又开口道：“你的姓是什么？”朱恩夏尔夫条件反射般回答道。加德利亚没说什么，转过身体走出了大门，倒吊人阿尔杰紧随其后。房屋内很快就变得安静，工匠夏尔夫找了张沙发坐下，许久没有动静，仿佛还沉浸于刚才的遭遇里难以回神。近10分钟过去，他忽然坐直，从衣物内侧口袋里取出了一个小型人形雕像。这雕像整体呈黄铜色，脸部一片空白，有血迹从内里缓缓渗出，残留于外。夏尔夫连忙用手帕擦干净了雕像的脸庞，然后长长舒了口气，勾起嘴角，无声自语道：“还好我有这命运人偶。哼，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通过那几滴血液找到我。也别想诅咒我。”拜亚姆贫民区一条没有路灯的街道上，戴面具罩兜帽的阿尔杰看了眼旁边的隐者，沉哑着嗓音道：“夏尔夫逃出蒸汽教会后，一直都很安稳的活到了现在，这说明他不是一个蠢货，他能那么简单轻松不做一点反抗就将血液给你，应该是有相应办法规避追踪的。而且他也没提为什么会被原始月亮信徒找到的原因。正常来说，那些信徒们肯定会反向追查狼人非凡特性的来源，可工匠夏尔夫上次并未提醒阿尔杰。加德利亚边抽出那副沉重的眼镜，将它架至鼻梁上，边语气没什么变化的说道：“这不是用来追踪的。”阿尔杰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提出告辞，拐向了另一条僻静黑暗的小巷。他一路绕了好几个圈子，找机会解除了伪装，然后离开拜亚姆，前往反抗军司港。登上了幽兰复仇者号，他的水手们已在过去多天挥霍完了积累的精力和金钱，此时正老老实实待在船上，等着出海。看见他回来，其中一位水手连忙站起，笑着问道：“船长，用过晚餐了吗？”“还没有，简单给我准备一点。”阿尔杰为了行动，都还没来得及填饱肚子。那名兼职厨师的水手当即回应道：“好，我们今天有在丛林里弄了些新鲜的蘑菇，用黄油给您煎一煎，怎么样？”阿尔杰脸皮轻微抽了一下，表情正常的摇了摇头：“煎一块牛排就行了，5分，7分熟。”东拜朗，丛林边缘，带着2个密友的克莱恩没有急于出去，进入城市，打算先弄点染料，给地狱上将路德维尔的面具做个伪装。而在此之前，他还有另外一些事情要做，那就是寻觅探索卡尔德隆外围的帮手。克莱恩从来不是一个独狼主义者，面对危险时更是如此，所以除非没有办法，否则他肯定会通过分享坐标、付出代价等方式邀请强者帮忙，不一个人鲁莽进入。于他而言，能活着拿到想要的材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不是肯定不可能实现，我都想再等1-2周，抱着一个婴儿或推着一辆婴儿车前往卡尔德隆。克莱恩暗自叹息，拿出自己的冒险家口琴，吹了一下。无声无息间，提着4个脑袋的信使小姐雷尼特提尼克尔从虚空里走了出来。克莱恩斟酌了下语言，开口说道：“我最近想去卡尔德隆城做一次探索。已经拿到他的临界坐标，不知道能否雇佣您帮忙。代价是什么？”雷尼特提尼克尔那4个金发红眼的脑袋依次张嘴道：“不行，我无法进入。”第192章冒险行动第1要素，无法进入。七光也因为某些特殊无法进入，这是卡尔德隆城对临界较高位生物的限制。不过信使小姐怎么知道有这样限制的？她去过那里。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之前根本没必要询问红光和魔镜啊，或者他的灵性直觉是这么告诉他的。念头转动间，克莱恩缓而无声的吐了口气，他随即拿出1枚金币，递给雷尼特提尼克尔。我明白了，感谢您的告知。等到信使小姐提着的一个脑袋咬住金币，整体退入了临界，克莱恩思绪发散开来，考虑起究竟还能找谁做帮手。阿兹克先生进入沉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来，没法等待。
威尔昂塞汀是快出生了，可那也还是婴儿，处于绝对的低谷状态。即使有了隐者女士给的弱小期短暂恢复一定力量的办法，也不可能挥霍在给我当保镖这种小事上。而且，一旦他离开贝克兰德，或是展现出相应的位格，就有很大可能再次被命运天使乌洛留斯锁定。通过这条水银之蛇，找生命学派的半神帮忙，比如之前那位瑞乔德议员。这很困难，生命学派之前内部出现分裂，议员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而且还得拿着概率之头满世界乱跑，留下痕迹，以调动命运天使。神秘女王贝尔纳代和他不是太熟啊，而且愚者座下有天使有半神，格尔曼斯帕罗这个眷者没可能另寻帮助，哪怕打着合作的旗号，也显得问题不小。表面上愚者座下有天使有半神，可实际情况是天使和半神旁边有个蹭合照的愚者，白银城那位首席，这确实可以等他有需求的时候以付出代价为由指使，可问题在于他无法离开神奇之地，还是把这个机会留给鬼术邪怪吧。血族那群老家伙，这既没有合适的理由，也很容易把自身暴露在莉莉丝的视线里，没谁知道这个死而未僵的古神目前究竟是谁。如果是原始月亮假扮的，那我连复活都不用考虑了。克莱恩想出了一个又一个人选，又一个接一个排除，最后他忍不住暗自感叹了一句，到了需要的时候，朋友总是嫌少啊。他都忍不住想布置仪式，尝试着祈求黑夜的力量，祈求绯红的力量，祈求女神的眷顾，希望能被直接赐予灵界掠夺者的真实魂体和粉尘，或者能有一位大主教、高级执事、隐秘苦修士来提供帮助。可惜这样的念头只能在脑海里转一转，没法付诸实践。克莱恩虽然较为认可黑夜女神，也对目前疑似黑夜眷者的身份不排斥，但依旧抱有强烈的警惕心，不想什么都依赖神灵的恩赐，而且他怀疑类似的仪式不会有任何效果，因为以他目前的层次和实力，根本没有向序列灵梯条件的资格，神灵想给的自然会给，不想给的祈求了也没用。要是我有老尼尔的脸皮，说不定就真试一试了。当初女神连偿还账单和解决便秘都愿意响应，还是很宠信徒的，当然这肯定会附带有一定的后遗症。克莱恩回想起往事，一时有些唏嘘。他决定换个思路，既然找不到朋友帮忙，那就考虑利用敌人。也许可以带上黑皇帝牌、暴君牌和无线电收报机等，在卡尔德隆城的入口处，只要五海之王纳斯特、风暴教会高序列强者、玫瑰学派首领斯俄阿等半神天使之中任意一位赶到，就立刻进入那座死者之城。不行，这表现得太露骨了。五海之王纳斯特和风暴教会的高序列强者大概率不会跟着进卡尔德隆，而是守在外面守住门口，等我自己出去。神涅斯厄阿倒是有可能紧追，但他一位天使，在卡尔德隆外层区域根本不会遇到什么阻拦，我这是引火烧身啊。克莱恩经过反复的思考，终于放弃了通过制造混乱捞取利益的打算，认为之前在拜亚姆城外的局面很难再复制，尤其本身还未到高序列时更是如此。总是行走于深渊边缘的人，迟早会坠落下去。还有谁能提供帮助呢？克莱恩的目光扫过身旁的两个密偶，脑海里闪过了一个又一个朋友，包括塔罗会的成员们。忽然他想起了一件事情，沙伦小姐之前告诉我，图坦西斯二世木乃伊是他晋升仪式的组成部分，对他有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他即将成为半神，成为一种途径的序列4木偶。如果他已经成功，那我完全可以请他帮忙，我们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还好我上次选择了帮他，要不然今天连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克莱恩一阵感慨，拿出便签纸和吸水钢笔，就着密偶恩佐的背部刷刷写道，距离上次见面已经过去了好多天，不知道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写着写着，克莱恩忽然停笔不动，觉得这么写显得颇为别扭，太过虚伪。沙伦小姐是个克制的人，写信都直奔主题，没有任何多余的话语，我得考虑她的性格。坦诚一点，克莱恩思索了几秒，拿起刚才那张便签纸，啪的抖甩了一下，看着它被赤红的火焰吞没。斟酌了几秒，克莱恩在新的纸上写道，我已掌握卡尔德隆城的灵界坐标，如果你已经成为半神，我希望能再次合作，得到一定的帮助，若还没有，请不必逞强，我还可以找另外的朋友帮忙。夏洛克·莫里亚蒂。折好便签纸，
于外面写上马瑞亚太太收等单词后，克莱恩又一次掏出冒险家口琴，凑至嘴巴吹了一下。身穿阴沉繁复衣裙的雷尼特·提尼克尔就像从未离开附近一样，瞬间就跨出虚空，来到了他的面前。克莱恩将折好的纸和一枚金币递了过去，认真嘱托道：“送至贝克兰德希尔斯顿区加尔德街126号，直接投入信箱。”好的，雷尼特·提尼克尔一个脑袋开口说话，一个脑袋咬住了信纸和金币。克莱恩见状，有点不放心的又追问了2句：“之前的地图没有丢掉吧？知道希尔斯顿区是哪个区？加尔德街在哪里吗？”雷尼特·提尼克尔提着的另外3个金发红眼脑袋依次回答道：“没有，知道，这很容易找。”克莱恩顿时松了口气，礼貌的送别了信使小姐。他暂时将卡尔德隆城的事情抛到了脑后，转而开始伪装密友路德维尔。第2天上午，一位皮肤偏棕色、头发柔软微卷、身着鲁恩式正装、戴半高丝绸礼帽的男子带着2个仆从进入了丛林边缘的特特尼克市。这是一座以木材、橡胶和丛林特产为主要商品的城市，最近据说有好几家生发业研究所和配套工厂再次建立。伪装成本地有钱人的克莱恩很快找了家旅馆住下，坐至藤条编成的安乐椅上，再次欣赏起自己的手艺。赢家恩佐肤色已不知古铜，完完全全偏向了黑色，结合薄而柔软的头发、浓密的眉毛、阴影很深的脸部轮廓，极有拜朗特色的宽松褶皱长裤和黑白色上衣，看起来就像是种植庄园里出来的标准土著仆役。地狱上将路德维尔那身颇为华丽的衣物变成了恩佐同款，裸露在外的皮肤多了明显的烧伤痕迹，脸部的银白面具则染上了均匀的铁黑色，这让他看起来似乎是因火灾损伤了容貌，为了不吓到路人，只好戴张铁面具遮掩。刚享用完送至房间的午餐，克莱恩就听见了虚幻层叠的祈求声：“男性，倒吊人先生，埃姆林和小太阳也有可能，他们的吸血鬼序列5非凡特性即将开始交易。”克莱恩正要前往盥洗室，逆走4步进入灰雾之上，灵感忽有触动，他忙开启灵视，看着脖子上没有脑袋的雷尼特·提尼克尔咬着一封信走出与现实重叠的灵界。沙伦小姐的回信。克莱恩先行感谢了信使小姐，然后接过那封信，拆开浏览起来。抱歉，我大概还要准备1到2个月，如果到时候你还需要帮助，我没有问题。沙伦1到2个月也不是不能等，反正我也还没消化完密友大师魔药。克莱恩微不可见点头，找出纸笔，简单回复道：“你按照自己的预定来，不用着急，我的事情并不紧迫，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待。”夏洛克·莫里亚蒂将信和金币交给雷尼特·提尼克尔，让他送至贝克兰德希尔斯顿区加尔德街126号后，克莱恩猛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军队战斗都会预先做侦查，探索卡尔德隆城这种危险地方，又怎么能鲁莽和随意？等待沙伦小姐晋升的时候，我完全可以先去做个侦查，搜集一些不需要怎么冒险就能获得的情报，比如那里具体有什么限制，对死灵领域的力量会造成什么异变，比如是否只能通过固定的入口进出，无法在里面直接返回灰雾之上。确认了这些，才能制定计划，做好准备。当然，侦查也要先做占卜。克莱恩很快有了决断，走入了房间附带的盥洗室。第193章挑衣服。无边无际的灰白雾气之上，恢宏雄伟的古老宫殿中，克莱恩没急着占卜，先行响应了倒吊人阿尔杰的献祭仪式，将那根海洋歌者非凡特性制作的手杖弄到了面前。海之眼，这名字莫名有点怀念啊，就这么叫吧。基本等于海神权杖的全面弱化版，也没有闪电风暴、海啸等半神层面的能力，负面效果倒是挺多的。克莱恩边回味倒吊人的描述，边摩挲起镶嵌银白金属的深黑杖头，或许是灰雾之上神秘空间自然而然的压制，这根超凡手杖并未表现出活着的特性，静静躺在那里，就像自己是最平常最普通的一根木头。克莱恩幅度很小地点了下头，无声自语道：有活着的特性对神奇物品来说确实是相当麻烦的一点，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也就意味着可以沟通，可以交流。当初概率之头多么恶劣一个家伙，不也在接受教育后变得听话了吗？而且平时完全可以给仆人拿啊。赢家恩佐就很合适，虽然他已经没有了被动的幸运，但一直有在积攒运气，为关键时刻做准备。
稍微放出一点并不影响什么。这样一来，无论被绊、摔倒，还是被抽打，都能非常流畅的躲过，不引人注意。仔细想一想，手杖的这种恶作剧也不是完全没有用处。如果我遇到别的密友大师，遇到灵界掠夺者或者鬼术邪怪，失了先手，惨被初步控制，思维和行动都变得迟缓，那仅靠自己想挣脱还是有点困难。这个时候被不受控制的手杖突然抽那么一下，或绊倒在地，不就成功摆脱困境了吗？哎，神奇物品的负面效果利用的好，也是一大帮助啊。当然，正常的战斗里，类似的恶作剧也会带来不必要的危险，怎么权衡，怎么规避，得通过一次次使用来摸索。至于持有者在雷雨天气易被闪电劈的负面效果，克莱恩并不在意。首先，除非特殊区域，否则雷雨天气终究只是少量，大部分时候不用考虑。其次，作为一名占卜家，出门前占卜一下当日天气情况属于常规操作。最后，如果真躲不开雷阵雨，克莱恩还可以把手杖交给密友恩佐，这样一来，哪怕真有闪电劈向赢家，也会被附近的避雷针引走。只希望我不是那根避雷针。克莱恩自嘲一笑，考虑起所有负面效果里最让他烦恼的一点，每隔6小时的超凡歌声放送，这不分敌我，效果随机，简直是 AOE 大杀器。注意，经过一番思索，克莱恩决定用沟通的方式让海之眼手杖降低歌唱的频率，或者在歌唱前做出提醒。我今天午餐吃得早，算算时间，蠕动的饥饿差不多也该干好了。克莱恩若有所思地摘下左掌戴着的人皮手套，将它丢到了杂物堆前方的空白区域。紧接着，他拿起镶嵌银白金属的深黑手杖，也丢了过去，然后调动灰雾之上神秘空间的少许力量，制造了一个能隔断所有声音和画面的屏障，让蠕动的饥饿和海之炎单独相处。做完这一切，克莱恩轻抚了下手掌，具现出纸笔，写下了一条占卜语句：我今天对卡尔德隆城外层区域做侦查有危险，放好暗红圆肤钢笔。克莱恩从袖口内取下了灵摆，用左手持握，垂于纸面，只差一点接触。默念完7遍占卜语句，他睁开眼睛，看见黄水晶吊坠静止在那里，未做转动，这意味着占卜失败。卡尔德隆城的具体情况对于整个灵界来说都是秘密，占卜缺乏足够的前置，而且那里曾经是古神的神国，有变异的复活不知残留，同样会干扰占卜。克莱恩收起灵摆，斟酌着想到，只能选择相信红光的说法，卡尔德隆外层区域危险不大。再说，我还有密友，可以让他们先上，确认里面是否能屏蔽灰雾，如果能，就放弃；如果不能，我再自己进入。克莱恩很快有了决断，不再犹豫，挥手撤掉了之前制造的那个屏障。然后他看见蠕动的饥饿已退至杂物堆边缘，用3根手指撑起了自己，拇指和小指则向后按在了格罗塞尔游记上，一副身体虚弱快要站立不稳的样子。与此同时，他掌心位置裂开了一张嘴巴，露出2排虚幻的白森森的牙齿，不断的喘着气。刚才屏障的另外一边，镶嵌银白金属的深黑色手杖躺在地上，时不时弹动一下，顶端不断有略显蔚蓝的透明水泡咕噜冒出。很好，这样都安静了。看到这样的画面，克莱恩欣慰的低语了一句。他话音刚落，那海之眼手杖突然立了起来，就像有人持握般，一上一下的跳向克莱恩，绕过愚者那张座椅，躲到了另外一边。蠕动的饥饿5根手指做脚，艰难追赶，行至一半，终于扑通栽倒。克莱恩无言注视，突然长长叹了口气。融合 A 先生之后，蠕动的饥饿你看似有了活着的特性，但这智商也太低了吧，明明放牧了风卷者，能短途飞行，却还用手指当脚来追赶。说完，他又转头望向躲在自己身旁的海之眼手杖。你不是水手途径的序列5吗？只会单腿跳算什么神奇物品？真是的，这种初级的活着特性只相当于婴儿吗？不，某胎儿比你们智商高多了。克莱恩各自教训了2句后，叹息一声，自娱自乐道：我也不是什么魔鬼。他话音未落，原本还有些动静的手套和手杖同时凝固，一点声音都不敢发出。克莱恩后续的话语顿时被堵回了喉咙里，只好探手拿起海之眼手杖，和善诚恳的与对方进行起交流。经过友好坦诚的磋商，这镶嵌银白金属的深黑手杖用频率很快的摇晃表示，以后会尽量少唱，
如果实在憋不住，会提前告知主人一声，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轻微震动一下，自行往上扬起几厘米等。同时，他用唱歌的办法提了一个要求，绝对不能用带蠕动的饥饿那只手持握它。当然，如果主人一定要这么做，他也不反对，很乐意接受，比蠕动的饥饿好，不是那么倔强。克莱恩招手射来蠕动的饥饿，将他带至左掌。看了眼之前通过仪式弄出来的召唤之门，克莱恩开始考虑这次去卡尔德隆城做初步探索要带哪些物品。两个密偶不用说，可以做诱饵，可以在前面探路，可以用自身做实验品，确认是否有陷阱。能让密偶大师不需要进行太多危险的操作，必然得带上。带上了它们，恩佐的血之花戒指，路德维尔的哈里斯刺剑都是标配，不能忘记。另外，克莱恩还打算让恩佐拿海之眼手杖。至于自己，克莱恩准备以灵体的形式前往，一旦有什么不对，可以立刻结束召唤，返回灰雾之上。这样一来，搭配哪件衣服就值得思量了。阿兹克同少，不行，这和后面那位死神有关，而卡尔德隆城属于远古死神，这有不小的概率造成可怕异变，让核心区域的危险自行出来。黑皇帝牌还是暴君牌呢？这次是在灵界活动，两个密偶又基本等于死者，不害怕被抽取血液。呵呵，路德维尔本身是半亡灵半人类，都没什么血液可言。恩佐血液的存在价值也只有平时让他像个人，而这可以事后通过血之花戒指恢复。也就是说，我可以带上海神权杖去卡尔德隆，那里属于灵界深处，远离罗斯德群岛海域，不用担心被信徒的祈祷影响。唯一的问题是，我会变得暴躁，很容易愤怒，很容易头脑过热，这是探索时的大忌。不过这很好解决，交给恩佐或路德维尔拿着就行了。而且暴君牌位格很高，能对海神权杖产生一定的压制，让我不是那么易燃易爆。有了暴君牌加海神权杖这个组合，我相当于半个序列4了，这才是最有效的降低风险的办法。以后就算和沙伦小姐一起进入，也能这么搭配，让沙伦小姐保持在怨魂不恶灵状态就没问题了。相应的非凡特性聚合定律不用太担心，如果卡尔德隆能屏蔽灰雾，我在外面看看就会回去，根本没谁能锁定和追上，毕竟灵界不是水手途径的主场。若卡尔德隆不能屏蔽灰雾，真有风暴教会的高序列强者被吸引过来，反倒可以利用。念头起伏间，克莱恩忽然伸手，让摆在青铜长桌上面的暴君牌飞了起来，落入掌心。紧接着，他将这张亵渎之牌融入了魂体内。豁然之间，极端威严、极端恐怖的气息从愚者所在的位置发散了出去。克莱恩头顶无声无息多了一顶深沉的3重冠冕，衣物变成了宗教法袍，后者与他上辈子看过的圣斗士星矢里教皇的打扮类似，只不过颜色深蓝近黑。呜的风声响起，那教皇法袍猛地展开，克莱恩随之抬起右手，凝于半空，接住了自行飞来的白骨权杖。权杖顶端，一颗颗宝石陡然发出或青蓝或银白的刺目光芒，闪电一样环绕于端坐的暴君周围。海之眼手杖啪的一声就匍匐到了地面，匍匐到了手持权杖、教皇打扮的克莱恩旁边。注意范围攻击，第194章往下的城市。真的感觉有点急躁，但也不是那么易怒。带3重冠冕、穿深蓝法衣、持海神权杖的克莱恩认真审视了下自己的状态。这意味着暴君牌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压制海神权杖的负面效果，但并不是完全抹除。克莱恩借助冥想平复了下情绪，转而望向角落里的杂物堆。格罗塞尔游记，这是我目前最强的防御物品，而且还有奇妙的用处。但问题在于，它是另一位古神空想之龙安格尔威德制造的。按照小太阳的说法，这位巨龙王曾经和卡尔德隆的主人远古死神不死鸟始祖格雷加利在一个阵营，没谁知道这游记是否会激发不必要的变化。谨慎为重，还是不要带比较好。和阿兹克同少类似，那个变异的纸人也不能容纳，他有人造死神残余的气息，这或许会在探索卡尔德隆时带来某种威慑，但也潜藏极大的隐患。光之祭司的非凡特性，这能有效克制亡灵，是死者之城居民们的天敌。可只是材料，还未制作成神奇物品，能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负面影响又极为严重，对魂体状态的我非常不友好。另外，
闪电同样可以净化王者。拿着海神权杖和海之炎的情况下，也没必要再带上光之祭司的非凡特性了。克莱恩脑海内一个又一个念头闪过，排除掉了杂物堆里剩余的物品。他戴着人皮手套的左掌持握住海神权杖，右手轻轻一抬，就让海之炎手杖主动飞起，落入了掌心。紧接着，做教皇打扮的克莱恩改变了魂体的容貌，让五官都藏到了三重冠冕的阴影中。他缓缓站了起来，深蓝法衣随风轻动，白骨权杖光彩夺目。只是一个迈步，暴君克莱恩就通过召唤之门，从烛火里走出，来到了现实世界，置身还算宽敞的盥洗室内。将窃运者符咒和桑中左轮容纳入体内后，他开门回到客厅，操纵赢家恩佐过来，接手了海之炎黑杖。想了想，克莱恩又把桑中左轮抽出，递给了地狱上将路德维尔。做完这一切，他带着2个密偶，依靠履行这个非凡能力，直奔魔术师小姐提供的那个灵界坐标而去。这一路较为顺利，暴君气息让沿途奇形怪状的灵界生物们不敢靠近，甚至不敢直视。没用多久，克莱恩就抵达了目的地。他眼前的场景与灵界其他地方没本质区别，浓郁鲜明的各种色块重叠，些许薄雾弥漫在部分地方，各个幽深处，一双双眼睛相继移了开去。教皇法衣附带的披风轻微摇晃中，克莱恩略作分辨，就让赢家恩佐和地狱上将路德维尔进入了一团看起来很稀薄、很正常的雾气。豁然之间，他借助2个密偶获得的视野一下开阔，映照出了一座只有神话传说里才能出现的恢宏城市。这城市与正常不同，没有向高处发展，而是一圈又一圈往地底深坑的尽头延伸，整体给人倒立的陵寝感。它里面的建筑有各种各样的风格，但都一样的奇异。它们有的是高耸的苍白石柱，顶端打磨出了巨大的单体房屋，有的长长方方，房门开在屋顶，窗户一扇没有，有的建在地底，入口处立了一个墓碑，有的用白骨搭建，凌乱之离。而距离地底深坑尽头越近，建筑物保存的越为完好，越是靠近上方，越多坍塌之处，充满了时光带来的衰亡和破败感。克莱恩让2个密偶停下了脚步，站在城市的边缘，俯视着一切，可却看不清最底部的建筑究竟是什么样子。那里笼罩着深沉的黑暗，似乎已几千年、几万年没有光线照入。短暂的查看后，赢家恩佐主动低下脑袋，用古赫密斯语低哑诵念道：“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灰雾之上的神秘主宰，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他话音刚落，身在卡尔德隆城外的克莱恩耳畔就响起了虚幻层叠的祈求声，并分辨出这来自一位嗓音刻意沙哑的男子。是密友刚才的祷告。克莱恩松了口气，微不可见的无声自语道：“这说明卡尔德隆城没有屏蔽灰雾，至少外层区域没有屏蔽灰雾，我可以进去了。”他话是这么说，却一点也不急迫，转而操纵起地狱上将路德维尔，让他抬起左臂，张开了手掌。虚幻的光芒豁然爆发，接着以1点为圆心，向内塌陷，形成了一扇对开的青铜大门。这大门略显模糊，极为虚幻，表面布满数不清的神秘花纹，给人一种无法言喻的死寂和深沉感。吱呀一声，神秘的青铜大门向后挪动，裂开了一道缝隙。通过这缝隙，克莱恩看见了一片最深最沉的黑暗。黑暗里，苍白涌动，时而卷起，时而下落，就像一条奔流于无光夜晚的河流。它的两侧隐约呈现出一根根巨大而苍白的石柱，与卡尔德隆城内存在的那些极为相似，却又更加夸张。就在这时，一双双透明的眼睛，一张张难以名状的面孔陡然冒出，挤满了虚幻青铜大门的那条缝隙，迫不及待的想要通过。克莱恩眼睛略微刺痛，连忙让密偶路德维尔握起了左掌。哐当，那布满神秘花纹的虚幻大门被无形的力量推动，一下合拢，消失在了赢家恩佐的视线里。这隔离生与死，通往冥界的神秘大门似乎被改变了指向，门后不再是冥界，而是卡尔德隆城的核心区域，地底坑洞的最深处。戴三重冠冕、穿教皇法衣、拿海神权杖的克莱恩若有所思地点了下头。这样一来，死灵领域的很多能力在卡尔德隆城将被重写，出现异变。有了这方面的认知，克莱恩再次让地狱上将路德维尔抬起了左臂。这密偶的左半身迅速虚幻，有点点音律呈现，仿佛变成了怨魂或是幽灵。他的胳膊和小臂不再遵守现实规则，猛然延伸出很长一段距离，掌心异常苍白，有虚幻的脸孔凸显。
那脸孔嘴巴半张，舌头尖如蛇心，覆盖满了白毛。这舌头一下弹出很远，给人不够真实的感觉，仿佛能直接钻入人体，吸取出灵魂。果然，路德维尔借助体内那冥界生物获得的死神使者能力出现了变异，不仅更加厉害了，而且从隔空抽取灵体变成了直接吸食。克莱恩立在卡尔德隆入口处，让地狱上将这密偶将死神领域的各种非凡能力分门别类的展示了一遍，把握到了他们与正常情况的不同之处，其中共同点是都变得更加强大了。然后克莱恩又让赢家恩佐用本身的特殊和血之花戒指海之眼手杖附带的种种能力做起实验，得出了一个又一个结论。命运方面未受影响，雷击闪电受到压制，弱了不少，无法飞得太高。锋刃、歌唱、幻灵、平衡、水幕等能力没有变化。随着这些实验的结束，克莱恩让赢家恩佐地狱上将路德维尔沿着入口处的苍白阶梯一步步下行，靠近了卡尔德隆城最边缘的区域，那里的建筑已全部坍塌。快到200米距离时，克莱恩抬起右手，按了下三重冠冕阴影中的脸孔，然后持握着海神权杖，迈步踏入稀薄的雾气，脑袋略有眩晕，眼前场景突变，他已然进入了死者之城卡尔德隆。忍耐着内心的急躁情绪，克莱恩让左掌手套一下变得深沉，他的身体随之虚化，染上了暗色，变成了阴影，只有手中的海神权杖依旧散发出或银白或青蓝的光芒。利用魂体的遮挡和暴君牌的压制掩盖住了这一点后，克莱恩向斜前方一飘，融入了坍塌建筑的阴影里，隐蔽的跟在两个密偶身后，对卡尔德隆外层区域做起初步的侦查。穿行之中，克莱恩逐渐察觉到了点异常，这里太安静了，安静到如同整座城市都已经死去，连虫豸都未幸存。而按照魔镜阿罗德斯和红光艾尔莫瑞亚的说法，当初不死鸟始祖格雷加利将卡尔德隆拔起，扔到灵界深处时，并未提前让城里的居民离开。平时偶尔也会有些灵界生物进入，可此时这外层区域别说活动的生灵，就连骷髅、活尸乃至单独的一两根非建筑骨头都没有。克莱恩精神愈发紧绷，借助赢家恩佐和地狱上将路德维尔的视线，更加仔细地打量起四周。这个过程中，他的目光扫过了一根折断的苍白巨柱，看到那顶端破碎的古老房屋内有黄金打磨出的圆盘，圆盘光滑的表面映照出了一道人影，但对应的不是赢家恩佐，而是戴三重冠冕穿深蓝法衣的克莱恩自己。这克莱恩体表阴气森森，脸庞一片苍白，眼中毫无神采，似乎已死去多时。第195章暴君之威。躲在阴影里的克莱恩心中一紧，旋即冷静了下来，一点也不惊恐，因为他无比确定黄金圆盘光滑表面映照出的那个人影不是他，至少不是真正的他。如果真的是他，赢家恩佐还会看见灰雾，看见那一次某种神话生物形态的奇异画面，这会导致克莱恩自己当场晕厥过去。既然我一点事情都没有，那说明镜中的不是我。克莱恩边开启灵体之线视觉，边操纵赢家恩佐，提着海之眼手杖，靠拢那坍塌的苍白巨柱和破碎的古老房屋，并悄然释放了部分幸运。皮肤黝黑的密偶一步一步来到了那黄金圆盘的前面，家杖弯腰将它捧起，仔细审视了一遍。这圆盘分为内外两层，核心区域光滑如镜，只有很少的花纹，边缘部分铭刻着一只又一只鸟形生物，整体有种古老的华丽感。它映照出的影像依旧没有改变，明明对准的是密偶恩佐，呈现的却是阴气森森、脸庞苍白、眼无神采的克莱恩。就连海神权杖和暴君牌附带的三重冠冕、教皇法衣都没有遗漏。如果不是缺少灰雾相关，克莱恩肯定会以为那圆盘能透过密偶和灵体之线直接影响自身，或是像神战遗迹里黑之圣者遭遇的那样，不知不觉被分裂出了一个自己。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克莱恩不急不乱地从阴影区域长了出来，恢复了出入卡尔德隆时的样子，然后利用小丑的非凡能力，于脑海内映照出自己当前的状态。他拿着镶嵌青蓝宝石的白骨权杖，身穿带披风的教皇法衣，头戴有不同珠宝点缀的三重冠冕，脸庞藏在相应的阴影里，显得颇为模糊，而整体气质阴森腐朽，仿佛刚从墓地里被挖出来的活尸。克莱恩陡然一惊，没想到自身真的已发生变化，那黄金圆盘照出的竟真是自己，
除了没有灰雾与现实交融的部分，不涉及灰雾，也不是什么大事。他连忙自我宽慰了一句，以平复心理状态。正常而言，以克莱恩丰富的经验和良好的自我调节能力，此时没有必要这么做。但他一是考虑到自己拿着海神权杖，很容易急躁，必须时刻注意；二是清楚这里曾经是不死鸟始祖格雷加利的神国，遗留着对方复活的布置，必然有种种怪异，难免比去别的地方紧张。操纵地狱上将路德维尔返回，借助他的非凡能力对自身做了一番解释后，克莱恩初步有了个判断：生灵进入卡尔德隆会自然的往王者方向转化，这一点和冥界类似，但又有本质的不同。在这里，活着的生物不会突然死亡，再慢慢成为毫无思考能力的不死生物，而是直接成为亡灵。刚才没发现这点，是因为恩佐或路德维尔本质上已经是死者，不需要再转化。魔镜阿罗德斯和红光埃尔莫瑞亚都没提到这点，是因为活着离开的旅行家、灵界生物和天使在出去以后，都自然恢复了正常的状态。这种转化无法影响灰雾融入现实的力量，而圆盘照出的只是成为了王者的我，非全部的我，或者与卡尔德隆发生了交互的我。克莱恩更倾向于后面那个判断，但又不能肯定。就在这时，有声音在附近响起，当当当，这声音沉重而清脆，就仿佛有人在重击金属。克莱恩没急于做出反应，仔细倾听了2秒，才让赢家恩佐放下那沉重的黄金圆盘，走向不远处一块折断的墓碑。那半截墓碑对应着一处往地底发展的建筑，上面用王者之语写道：一个很容易愤怒的家伙，因用头脑和别人的铁锤比拼硬度而死亡。赢家恩佐绕过那折断的墓碑，抵达了陵寝般建筑的门口，伸出左掌，拧动把手，用力拉开了房门。铁锈断裂的吱嘎声里，那沉重的大门缓慢敞开了。嗖嗖嗖，一只只苍白光滑凝聚的箭矢飞了出来，它们擦着恩佐的脸庞、头顶、躯干、大腿内侧，飞向了远方，扎进地面，消失不见。而赢家毫发无伤。不得不说，这样的密偶简直是冒险探索的神器。克莱恩由衷的感慨了一句，让恩佐将目光投向了下方建筑内。那是一个铁匠铺，一个皮肤青黑、头部如同摔碎西瓜的巨人正拿着大锤，不断的击打砧板，但上面什么都没有。因为那头部裂开的巨人灵体之线正常，不属于别人的分魂。克莱恩悄然松了口气。他刚要让恩佐进一步观察，身体突有麻痹，思绪一下变缓。这种感觉他曾经有过，当初在廷根市被封印物2049影响时，就是类似的状态。过去的克莱恩并不清楚本质，成为密偶大师后才知道，那意味着自身的灵体之线被封印物控制住了。这也就是说，现在的他被人掌控了灵体之线，而且与过去有所不同的是，他的身体不仅关节生锈，仿佛被人灌满了胶水，还有着被雷劈中的强烈麻痹感，以至于做动作更加艰难。不好，是灵界掠夺者！我提防着他用分魂引开我注意，暗中靠近，却没想到他除了分魂，还有合作者，那个巨人铁匠，让我大意了。而密偶的存在，使我有些忽视自身的安危。克莱恩脑海内各种念头难以控制的冒了出来，干扰着他正常的自救想法。这个时候，脑袋裂开的巨人铁匠提起大锤，一个迈步就冲向了密偶恩佐，要将他砸成肉酱。而克莱恩脖子处似乎有阴冷的风吹来，刺激的他汗毛一根根立起。周围原本异常安静的地方，一个又一个奇形怪状的生物从苍白石柱内，从破碎的房屋中，从墓碑陵寝里浩浩荡荡涌了出来。他们有的只存在上半身，有的透明到几乎看不见，有的拉伸柔软像是面条，有的胸腹裂开内脏血淋，有的脸庞阴绿如同恶灵，有的身体每一个地方都长着眼睛，有的仿佛活在空气里的水母。数不清的目光从不同的地方齐齐投向了克莱恩，没有感情，一片漠然。就在这时，克莱恩嘴巴艰难张开，干涩缓慢地吐出了一个单词：唱歌。他话音未落，左掌的手套上已是裂开一张嘴巴，露出白森森的牙齿。赞美您，创造一切的主，阴影帷幕后的主宰，所有生灵的堕落自信。这尖利如同指甲划过黑板的声音里，
刚刚绊倒赢家恩佐，让他成功避开大锤重击的海之眼手杖兴奋地吐出了水泡。冲击！冲击！冲击！克莱恩脑袋陡然疼痛，思绪一下恢复，短暂不再滞涩，但是他身体依旧生锈，充满麻痹的感觉。紧接着，一动不动的他依靠灵性操纵刚才回到身旁的密偶路德维尔，向自己挥出了左拳。砰！克莱恩往后踉跄了一步，瞬间摆脱了麻痹迟缓的状态。然后，头戴三重冠冕的他脑袋一热，直接展开教皇法衣后的披风，举起了那根海神权杖。一颗颗青蓝色宝石相继亮起，半空豁然落下了一道又一道煊赫的银白闪电。这些闪电张扬着枝条，将周围几百米的卡尔德隆外层区域全部笼罩在了雷霆森林内，毁灭的气息和破坏的感觉宛若实质。从各个地方冲出来的奇形怪状生物们，在这样一片银白中破碎了，蒸发了，彻底消失不见。肆虐的银白风暴刚有平息，暴君克莱恩手中的海神权杖又一次发出了刺目的光华。那一道道暴虐的电蛇扭曲着，纠缠着，再次降临，如同巨浪，一重接一重。连续释放2次闪电风暴后，克莱恩疲惫了不少，也恢复了平静。他内心突然咯噔了一下，想起了一件事情：闪电风暴是范围攻击，不会分辨敌我，除了手拿海神权杖的他自己和就在身旁的同伴，其余事物都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也就是说，地狱上将路德维尔还好，密偶恩佐多半已经被清除。克莱恩本能望了过去，只见赢家恩佐正完好的蜷缩在半截墓碑旁，身后是一个还在流淌着细小电蛇的金属大锤，与大锤相隔不远的地方还有2根不像人类的焦黑脚趾。那墓碑对应的陵墓已经垮塌了大半，落到地上的铁黑色砧板同样有银白的闪电滋滋残存。这都没死，不愧是赢家，积蓄的幸运应该被动消耗大半了吧。克莱恩心中一松，用开启了灵体之线视觉的眼睛打量起四周。他在寻找灵界掠夺者，他认为灵界掠夺者操纵灵体之线的距离应该没法和闪电风暴覆盖的范围比。周围本就坍塌衰败的建筑们，此刻已近乎被夷为平地，残存的石块和白骨们多有焦黑，就连那沉重的黄金圆盘也四分五裂了。突然，一道身影从克莱恩侧方100多米处的碎石堆里冒了出来，它是一套半透明的白色长袍，没有头部，没有手脚，似乎是由一个无形之刃撑起。此时他外表破破烂烂，满是裂口和黑痕，显得颇有点狼狈。这是灵界掠夺者吧？刚才鲁莽冲动的闪电风暴2连击，好像挺克制他的。看到这一幕，克莱恩莫名闪过了些念头。